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慢星云。这期主要是讲做几个面板，之前大家也看过了3XUI 的面板，先讲一下 Xboard， 新也很多的，有空再讲一下 Runawave。面板的话，大家之前也见过3XUI 了，如果要接链接可以用 X-Ray Core， 新也很多的。那 Xboard 的话，它会有后端和前端，后端大概就长这个样子，前端可以添加订阅的就大概长这个样子。这期讲一下零元使用《山海经》里的数字神兽来给你当网络的护卫，比如说 Xboard， 它就像《山海经》里的单康，见则天下大丰酿，说白了就是代表大丰收的祥瑞小猪猪。Xboard 也是一样的，一搭好，流量爆棚，线路丰收，简直是网络界的粮仓守卫者。现在来看一下 Xboard， 它本身新很多的，正常情况下先需要一个域名啊。我是已经把域名托管在 Cloudflare 上了。关于如何托管域名，之前也已经讲过了。首先就是你要有一个域名，然后把这个域名托管到 Cloudflare 上，点一下添加域，点一下免费计划，之后就会出来两个 DNS name。你把那两个 DNS name 回到 DNS he， 我的域名是从 DNS he 下来的，你可以选你自己的域名，然后点一下 Manage Domain， 然后点一下 Name Server。把从 Cloudflare 上得到的两个 Name Service 逐个复制粘贴到你对应的域名下，然后点一下 Save 就好了。这样当你再次回到 Cloudflare 之后，稍等一会儿，5分钟左右吧，有的时候长一点，有的时候短一点，大部分情况下5分钟左右，你的域名就会托管在 Cloudflare 上。点进去，这个是一个我已经托管好的域名，主要是看一下 SSL， 然后点一下边缘证书，然后看一下这个边缘证书是有效的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这个域名已经托管好，而且可以用了。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需要一个 A 记录，点一下 DNS， 点一下记录，这个不用管，直接擦掉，这里就可以添加记录了。但是添加记录需要你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我们先去建一个服务器，服务器的话，本利用的是亚马逊，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目前在美区。至于 VPS 的话，之前有介绍过好几个，反正服务器的话，大家选自己喜欢的吧。进来以后，创建一个新的 EC2 instance， 点一下 EC2， 点一下实例，点一下 EC2 instance， 点一下启动新实例，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镜像的话，我习惯乌班图，你选你自己喜欢的。这个镜像本身是免费的，因为它这里写的是免费的。实例类型的话，也是选这个免费的。密钥的话，要创建一个新密钥，点创建新密钥对，这两个都可以啊。给一个自定义的密钥名称啊。本利用的是默认的这个，点创建密钥，创建好了会自动下载啊，你要保存到一个你方便复制粘贴使用的地方。保存好密钥以后继续向下拉，要允许 HTTPS， 要允许 HTTP。存储的话默认的就可以，如果你只是自己用的话，稍微改大一点也没有关系。文件系统的话，我们不需要它的文件系统，高级选项都不用动啊。然后在右边点这个启动实例。有这个消息，就是 EC2 instance 跑起来了，点一下查看所有实例。这个是上一次的，这个是这一次的，要稍微等一下，实例状态和检查状态都要变绿标才能够用啊。稍等一会儿，这个新的实例就都已经可以用了，勾选它，这就是它的 IP 地址了。点一下这个按钮，这样就复制了 IP 地址。这个是公网地址啊，它本身就写得很清楚啊，这是公网地址啊。回到 Cloudflare， 我们现在开始创建 A 记录。A 记录的作用就是把代表你 IP 地址的那个域名，也就是我们选中的这个域名，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域名，暴露到公网上，这样大家就能通过这个域名访问你的 IP 地址了。这就是 A 记录的全部的作用。那 AAA 记录是干什么的呢？它是给 IPv6 用的， A 记录是给 IPv4 用的。点一下添加记录，类型为 A， 名称的话给个星号吧，也就是所有都可以。IP 地址就是刚才你服务器那个公网的 IP 地址。小黄鱼要关掉，然后点保存，这样域名就绑定好了。现在要去连一下自己的服务器，用这个命令改一下你密钥的权限，也就是只有你能改这个密钥。希望你刚才已经保存好你的公网密钥了，然后用这个命令连接上你的服务器。这个 IP 就是你服务器的公网的 IP， 这个是你的公网密钥，这个是默认的用户名。按回车，第一次会问要不要连，输入 yes， 按回车，用速度-i 进入跟权限，其实不进入也可以。
那它既然开了这个权限，就静一下吧，拼一下页面，用这个命令做一下基础的升级，然后把网络工具给拉一下，按回车，稍等一下，这样就更新好了。更新好了以后，清一下页面，用这个命令把防火墙给关了，虽然不关也可以。然后到这一个 GitHub 仓库来，这个 GitHub 仓库只做一件事，就是一键安装 Nix Proxy Manager。什么是 Nix Proxy Manager？ 你就简单把它理解成一个有 UI 界面的管理页面就行了。向下拉，一键脚本在这里，点一下它后面这个小方框的按钮，就可以复制这条命令。复制好以后，回到你的服务器，粘贴这条命令，按回车，稍等一下。现在它询问 HTTP 的端口，按回车直接用它默认端口。管理面板端口也是回车，直接用它默认端口。HTTPS 的端口继续回车，用它默认的端口。你想自己设也完全可以。这里显示是安装完成了，下面这个是面板的地址、端口、默认用户名和密码，把它复制粘贴一下，保存在一个本地你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复制一下这个链接，随便打开一个新窗口，把链接粘贴进去。出现了无连接的错误，这个错误看上去像是没有办法连到这个地址。我之前是已经把所有的防火墙都用命令阻止掉，在服务器上用这个命令看一下80口有没有被监听，它有被监听。用这个命令看一下 Docker 有没有正常起来，它有正常在运行。用这个命令看一下在服务器本地能不能达到页面，可以能够拿到页面。用这个命令看一下服务器本身的 IP config， 它的地址有误啊，这个才是公网地址，它这里用的是内网的地址，也就是私有地址。清理一下页面，回到 EC2 Instance， 点一下安全，因为端口设的是81，我们看一下路障规则里面有没有81，目前没有。点一下编辑路障规则，点一下添加规则，在类型底下向下拉，选所有流量，这是一个快速设置啊，反正是自己用。在源底下选任何位置 IPv4， 点一下保存规则，给你新的这个安全组一个名字，点一下这个小铅笔的按钮，输入一个自定义的名字，点保存，这样你的安全组就有了一个名字。这个主要就是方便看啊。选中你的安全组，在底下就可以看到这个新的接受所有流量的安全协议，然后回到 EC2 Instance， 然后点一下实例，选中这次创建的实例，这个就是公网地址，点一下复制一下这个公网的地址，把它之前给的错误的内网地址替换掉，替换成公网的地址，按回车，这样就可以看见登录界面。把你之前保存的默认的用户名密码复制粘贴进来，点一下这个地球的按钮，语言改中文，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先要创建用户名和密码，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给一个邮箱，给一个密码，点保存，这样就登录进来。点一下管理员，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做多重验证啊，这里就不做了。既然要设置面板，面板就要有地方待着，选第一个服务，目前是0个，但我们要准备创建一个服务，也就是创建一个家给面板待着。点一下进去，点一下添加服务，给一个自定义的域名。域名为什么长这样呢？因为我们之前在 Cloudflare 上定义的这个 A 记录，它的前面是一个通配符，也就是它可以接受任何子域名，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添加任何子域名，点一下 Create 子域名。另外你想添加多个是可以的，那一个也就够了。IP 的话就是这个公网的 IP， 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端口就是页面的端口81，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访问的话就是公开可访问，把 WebSocket 打开。如果你服务器资源非常紧啊，也可以把这个打开啊，本例就不打开了。点一下自定义路径，如果需要添加自定义路径，可以点一下这个去添加，目前没必要做。点一下 SSL， 点一下向下拉这个按钮，选一下申请新证书，打开强制 SSL， 打开 HTTP 支持，
打开 HSTS， 点一下高级选项，打开一下信任，点保存，稍等一下，这样就创建好一个了，状态是在线。现在要安装 Xbox 面板，新很多的，向下拉，这个是它快速安装的命令，直接复制一下。端口是7001啊，这是它官网写的。回到你的服务器，用 CD 命令退一下，这样就回到根目录了。直接粘贴刚才复制的这个命令，安装一下 Xbox 面板，稍等一下，很快就安装好了。要把用户名、密码和访问的 URL 保存在本地一个你方便等会复制粘贴的地方。点一下刚才的 host， 用 Linux 的 username and password 登录进去，这样你实际上是在一个你自己的 host 上。点一下小地球，把语言改成中文，点一下第一个服务。Xbox 现在要一个这样的站点，因此我们要点一下添加服务，给一个自定义的域名，不要和你之前那个域名重名，点创建。主机的这个 IP 依旧是它公网的 IP， 端口是7001。为什么是7001呢？你在 Xbox 的官网上就可以看见端口是7001，它用的地址依旧是你服务器的公网的地址。打开 WebSocket， 点 SSL， 点申请新证书，把这3个打开，点高级，选信任，点保存，这样新的这个状态也是在线了，也就是配好了。现在只需要根据 Xbox 的要求，把你的站点放到这里来替换它给你的这个链接，然后复制整条链接，开一个新窗口，粘贴链接，这样就会进到 Xbox 的面板上。点一下这个，选中文，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语言。邮箱和密码希望你已经保存好，复制粘贴，点登录，这样就进来了。这个是它的后端的面板。进来了以后，在左侧边栏向下拉，点一下用户管理，然后在现有用户的最右边点一下这3个点的按钮，点一下编辑，换一个邮箱，给一个新密码，向下拉点保存，这样用户名和密码就修改好了。改好以后的用户名和密码要保存在本地一个你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然后点一下管理员，然后点一下设置，然后你就可以设置你站点的名称，比如说叫 Site 1， 描述的话依旧是可以自定义的，你可以强制 HTTPS 啊，也可以给一个 logo 啊。那这些改动在哪里能看到呢？就是直接使用 Xbox 的前端啊，因为这个实际上是 Xbox 的后端啊。Xbox 的前端怎么去呢？就是直接到这个网址去，也就是你定义的这个子域名，打开一个链接，输入你的对应的子域名就可以了。用户名和密码就是你刚才修改的 Xbox 的用户名和密码，点登录，这样就登录了。你也看到 title 改成了 Site 1， 在这里你就可以添加和购买你的订阅了，付费的可以，免费的也可以。回到后端再继续看一下有一些什么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安全设置。自己用的话邮箱验证就不用打开了，自己用的话 One Time Password 也就不用打开了。后台路径是这个，它就是这一段啊，这个和这个后台路径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要改可以在这里改啊，其他就没什么了。点一下订阅设置，重置的方式选按月重置啊。路径的话你愿意改就改，不愿意改就用它默认。点一下这个配置啊，它这里的通信密钥
就是你到时候要跟你自己的协议对接的那个密钥啊。点一下右边这个按钮就会自动生成啊。WebSocket 的通信这个是要打开的。点一下订阅模板啊，在这里你就会看到基本上主流的都支持，有兴趣的小伙伴就可以开始自己发挥了。顺便说一下，我的服务器中途有宕机过一次啊，因此重设了一台服务器，不过步骤是一模一样的。这期主要讲的是 Xbox 的设置，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